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公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工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先让各位分享一个本周相当重要的国际消息，而且我认为对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就是美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痛批中国为了孤立台湾，故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美国还特别重申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或其他国际多边论坛。有些观众可能有印象，有听我聊过先前美国有在自家国会讲这件事，我几个月前也有做相关的影片分享。介绍其他民主国家都陆续站队挺台，认同2758决议不涉台。还没看过这些影片的朋友，等等也可以去看一下。而不同于以往，这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在众多联合国的成员以及观察员面前讲这件事，这对台湾而言深具意义。而且这个公开挺台的机会，还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非常暖心。事情是这样的，中国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场阿里亚模式会议，名称为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在会议中指控美国用关税对全球霸凌，于是此次会议也引发美中双方的激烈交锋。先补充一下刚说的这个阿里亚模式会议，它与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会议模式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阿里亚模式不受严格的议事规则限制，形式可以很自由，除了安理会成员外，还可以邀请联合国非会员国、NGO 啦、学者、证人或民间社会代表来发言，目的在于揭露被掩盖的事实，提供更多的言论空间。像是2021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就中国新疆问题召开阿里亚模式会议，邀请维吾尔族受害者与人权组织发言。那了解完会议背景之后我们话说回来，这次的事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开始先批评美国，说美国骨子里就是想要关税来颠覆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把美国的利益摆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还特别强调，面对他所指称的美国滥用关税行为，中国已采取果断的反制措施来捍卫自身权益和国际贸易规则。而面对中国的指控，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吴婷也当场不留情面的回击。那我带各位来读一下他当时说了什么。他说，中国今天举办的会议是一场表演性的操弄，它的前提毫无实质内容，也缺乏任何可信度。在评估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贡献时，世界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行动，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并且下一句话特别改用普通话说，中国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单边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不只损害了美国，也伤害了全球各地的市场经济与劳工。中国继续透过国家补贴和其他非市场做法，建立产能过剩，并以出口倾销方式冲击全球市场，排挤当地经济体系。北京还采取了各种非关税措施，伤害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制造商，包括限制双重用途出口、施加制裁、进行反垄断与反倾销调查。北京也持续操弄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借钱只是为了再借出去，不但粉饰自身形象，还靠着高额发展合约让自己荷包满满。中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却同时把自身的捐助者身份和发展计划武器化，以此欺压其他发展中会员国。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川普总统正在重塑贸易环境，让中国无法再继续占便宜。我们也一次又一次目睹中国在南海的胁迫行径，还记得吗？即使中国在今年2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时，大谈领导角色，确认非法阻挠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的行动。美国坚定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我们再次谴责中国在南海的危险与非法行为，并呼吁中国遵守2016年的仲裁裁决。本次会议的概念文件呼吁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与霸凌。重点来了，因此我们要强调，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试图孤立台湾，扭曲他国政策，限制他国选择空间。这项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多边论坛的可能性。美国将持续与我们的盟友伙伴紧密合作，对抗北京试图
图将其威权原则植入联合国的图谋。我们也会持续捍卫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支持创新而非窃取智慧财产权，支持自由企业而非威权主义。谢谢。看完这发言太暖心了，我分析一下这段给各位听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吴婷的发言不是在某个边角论坛，也不是在冷门议题上说，而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是由中国自己主导的一场会议上正面交锋，这在外交场合非常罕见，意味着美国不再容忍中国常年利用联合国程序与模糊语言来施压其他国家。以前中共一直拿2758号决议来当作排挤台湾的万用招，但现在局势不一样了。美国明确指出，2758号决议并没有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它只处理了谁代表中国。这是对中共话术的精准拆解，也是对推动台湾参与 WHO、ICAO 等国际组织的一次强力声援。中国一边主张要反对单边霸凌，一边却在南海霸占他国专属经济区，阻挠菲律宾行动。正如发言中引用的中文谚语“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吴婷前面是在讲英文的，但他这句话特别切换成普通话来讲，我觉得很棒，让他的发言更具文化穿透力，用墙内韭菜也听得懂的语言来打中共的脸，直接让中共没有办法洗地。那对台湾来说，这段话不只是支持，还是以制度与法理为基础的辩护，让台湾可以扩大国际认同，利于未来争取更多友邦与伙伴公开声援。不得不说，中共真的是很擅长做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本来想让其他国家跟着一起骂美国，结果没人要站你中国那队，还被回嘴一个无言以对，进一步让台湾议题在联合国上被讨论到暖心。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中国的指控也相当不以为然，直接呛说这会议是在浪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时间，还骂中国论述自相矛盾，说中国一边声称支持开放市场，但另一边却以人为低价向全球经济倾销商品，还窃取智慧财产权来争取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而美国参议员瑞克·斯考特则是对联合国让中国举办这样的会议相当不满，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美国负担了联合国年度预算的22%。也是联合国众多专案计划的最大金主。结果现在联合国居然用这些钱来举办中共发起的美国在霸凌我们的会议，只因我们终有一位把美国利益摆第一的总统，这太离谱了。没有，他的语气应该没有这样，只是我模拟一下，太离谱了！我们应该立刻停止资助这个反美的联合国。这情况也凸显了联合国运作的一个老问题：财政上依赖民主国家，政治上却老被威权国家操弄。但中国现在玩这老招啊，没用了，国际社会都看清你中共的手段。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也欢迎大家多分享这支影片出去。现在的国际局势真的是台湾等待许久的好时机啊！那些想要拉着你过去站对中国的，不是无知就是坏。当然有一些政治冷感的人，他可能不了解，不过没关系，我的影片应该是还蛮好入门的，也不会讲得太生硬，又有一点好笑，太离谱了！欢迎大家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再次呼吁各位台湾朋友，赶快做完台湾人今年该做的任务，就是参加大罢免联署，一起清除亲共立委，一起加入我们的辱共大家庭。有共不辱，被说台独。今天这次特报是本月最后一次更新，但累积的粉红送头留言有点太多了，特别是我419凯道宣讲完之后，又来了不少送头的。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就一起来看几则送头留言。长得不错人说的却不是人话，好过你长得不像人说的也不是人话。是说长得不错人，这是什么文法啦？你说别人讲不出人话啊，你自己连话都讲不好，到底是怎么好意思？但还是谢谢你坦诚我长得不错，连讨厌我的人都不否认我的颜值。这听起来啊，比赞美更有说服力。不过我得提醒你，我节目跟一些文章说的内容啊，是中共自己做过的破事，以及国民党立委亲共的事实。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想面对，那你确实很适合支持那些只会掩盖真相的政党。好家伙，台湾年轻人自发文化大革命，开倒车啊，好样的！我以为台湾只落后30年，看来50年都不止。我影片内容跟文革有什么关系？你要先了解，当年老毛搞文革是国家动员，党媒洗脑，鼓动人民互斗，消灭异己，摧毁知识分子。我哪里有做这些？我讲的是你中共自己做的破事而且台湾人民可以骂政府，有不满可以申请上街抗议，电视节目还可以吐槽批评政府官员，哪里文革了？小凤，你活在举白纸就会被带走的深渊国，你跟我说台湾有文革？不然这样啦，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开直播，我去台湾的总统府前举白纸，你去天安门广场前举白纸，看看最后是谁会被压在地上摩擦，干不？如果你不敢，那你
心里其实也很清楚中共嘛，绿共就是绿共，大家再不反绿共，就等国家毁灭。抓台独分子，你辱华了。你光说台湾是国家就已经辱了。我直白讲啊，会讲出绿共这个词的，真的是普龙公，陶卡戈德米田共。你想一下，如果民进党真的是绿共，那你早就被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了，哪还能让你在这边讲这种无知的话？你要是活在所谓的绿共统治下，蓝白426还能上街头反绿哦，光能举办426游行，就是台湾政府不独裁的最佳证明。从你的用词来看啊，其实你也觉得共产党不好，所以你才会拿这个字来组合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绿共用语嘛。那我就想请问，当国民党跪舔真正邪恶的中共，你怎么反而闷不吭声？国民党籍前台北县长周习伟本月去申冤国高喊中国是我们的家，帮中共做大外宣。蓝营连胜文这周也到中国拜见中共官员，喊说自己是中国人，其他还有洪秀柱、刘兆玄等等，光这个月就一堆国民党人过去申冤国向中共表忠。不是说所有国民党都这样，但每次都是国民党，而且蓝委目前还是国会多数，他们提一堆破亲中法案，还在那边毁宪乱政的时候，你怎么不骂蓝共？中共绿共一家亲，长篇大论只能看到无耻诈骗集团的心态，装什么帅？这人的问题啊，跟前面那个一样，喊绿共的都是普龙公。再强调一次，但我没特别装帅，我就是自然的样子呈现在大众面前，跟各位当个朋友这样。不过你会这么说，代表了我在你心中是帅哥。不知你是蓝百草还是小粉反串台湾人，但好了啦，不要再跟我告白了啦。价值观不同的人，我是没办法跟你交往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波特王要被判死刑，你都这么说了，那不就更不能支持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了吗？但小粉们，虽然你们常来骂我，可是我不会真的跟你们计较的，因为也不知道你在申冤国什么时候会被带去摘零件。我得考虑零星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则留言。你本来以为我会被判死刑，结果到头来是你先躺在手术台上被处刑。大家都说将心比心嘛，但其实小鹏，你才是真正有机会实现将心比心的那一位啊！因为我的心始终在我身上跳动，而你哪天条件被比对成功，就被载到别人那边去了，真将心比心。OK， 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会员功能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